冒着被囤积症老妈赶出来的风险，敲门也要给她收拾屋的正片来了。一家一个故事，小姐妹说一定要把她老妈的故事讲给你们听，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身体健康都是最重要的。阿姨是50年生人，经历过物资匮乏那个年代，所以就导致了她什么东西都囤着，不爱丢，就包括用过的塑料口袋，吃完东西的盒子也都是攒着的，就觉得以后再用的时候不用花钱去买了。这几个都是阿姨吃过的空盒子。好多人说偷偷的开门给她收拾屋，就不怕阿姨知道了以后气出毛病来吗？小姐妹之所以下这么狠的心来偷偷的给她收拾屋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等一会儿讲给你们听。看阿姨囤这些东西真的是啥都有，都说破家值万贯，在阿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。阿姨真的是该省省该花花呀。这保健品也没少买，而且好多都过期了，还有这麦片也过期好几年了，什么吃的用的穿的鞋全都在这堆着，也不管它是啥东西了，就往上摞。这一箱是真空的5香煎饼，还有一瓶酱油也都是过期了。可能是因为阿姨不爱收拾屋，什么都囤的，所以就导致小姐妹是一个极简生活风。她在海南的家东西特别少，几乎不囤物。有人说什么妈什么孩子，有的时候真不是。小姐妹是一个例子，因为讨厌阿姨的极繁风，导致自己的极简风。在我家也是一样的，我妈不喜欢收拾屋，那我就喜欢收拾屋。虽然收拾的不是那么干净，但是爱收拾。但是阿姨这个环境确实是有点差了，真的是啥都不舍得丢。小姐妹这次决定收拾屋，也是为了阿姨的身体健康来考虑的。阿姨在15年的时候生病了，而且是在肺那方面，就是一提那个字大伙都害怕的那个毛病。那个时候小姐妹才20几岁，而且家里就她自己，刚刚开始创业，也没啥积蓄。但是后来也是用了她所有的积蓄和人脉，在华西找了最好的大白给阿姨做了手术，这么多年恢复的也挺好的。小姐妹说阿姨之所以恢复的这么好，到现在为止10年了吧，就是因为她什么事都想得开，心态比较好，就是发生了的事都能接受，不会去纠结。但是正在发生的事如果不合她的心意的话，她可能会阻拦。这些书小姐妹说得给她留着，这个厅里面的东西几乎是都被扔掉了，没留下什么东西。这些毛线、算盘还有书是给她留下来的。什么最多？塑料口袋最多，随便打开一个垃圾袋，里面都夹杂着塑料口袋。这回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连塑料口袋都不舍得丢是啥样子。用过的东西、穿过的衣服全都留着。小姐妹说这毛线团得给她留着。阿姨平时爱干手工活，每个包都被塞得满满的，里面的东西还都没归类，看一看是没什么可留的。这一包就留了一本小人书，其他的全都扔掉了。小姐妹说阿姨爱藏东西，因为是偷的给她扔嘛，也不知道哪有东西，所有的衣服口袋呀、包包或者是瓶瓶罐罐，只要能藏东西的地方都得给她看一看。不光是要拍视频给小姐妹确认，还要好好瞅瞅看看。窗帘也是确认完不要的，应该是从上个家里面背过来的。这个箱子打开有半箱里面都是塑料口袋，下面这些工具留了一个扳手，其他的就都不要了，好多都是已经生锈的了。一开始来的时候小姐妹就说了，阿姨的保健品也挺多的，这个厅里面只是一小部分，最多的是在卧室里面。这些药材应该是阿姨以前用的，不知道是喝的还是泡脚的，反正小姐妹说了，要是有灵芝的话留着，没有的话其他的就全部给她丢掉了。又是半袋的塑料口袋。昨天我发预告的时候，有人就说那么多药材扔了太可惜了，应该留到泡脚。真的是一个人一个理解法。去年给我妈收拾屋的时候，我妈也是留了好多药材要泡脚，有人就说让我们给扔掉。阿姨把这衣服都窝得一个球一个球的，有几件打开满地都是皮皮，就这样的东西连问都不用问，直接给它丢了就行。刚才这一包全丢了，包括这些黑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花的黑豆呢。这些鞋是刚才掺杂在那些东西里面的，挑出来了3双好的，其他这些淘鞋里面没有东西就都给它丢了。这只是一小部分，鞋柜里面都是满的，全是鞋。看阿姨这空瓶子全都留着，这个我是第一次见，问了小姐妹才知道是皂角，它是干嘛用的。还有好多过期的药品，盒子我都给它打开看了，确认没有东西才扔的。这种偷偷的收拾屋必须得检查仔细一点。客厅中间这些东西我都过了一遍，98%的都给它扔掉了，也可以说是99%吧，就留下了一小部分。能卖的放外边，不能卖的到时候就直接丢垃圾了。
扔垃圾这个事也挺犯愁的，楼下垃圾桶可小了。外边收拾完了，开始清柜子，一打开柜门全都是塑料口袋，每一样东西几乎都是用塑料口袋包着的，看起来乱糟糟的。这些鞋全部都是阿姨自己一个人的，我数了一下哈，就这2个门里面40多双，塑料口袋都拆了一大堆，而且中间还夹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呢。过了一遍，几乎全都被给扔掉了，就留了2捆绳子1捆电线。有人说把阿姨支到哪去了，这么收拾屋。阿姨现在在海南小姐妹她家呢，自从生病好了以后，这几年小姐妹就给接到海南去了。四川这几个家不是经常回来，但是她过1-2个月会回来一次。在海南待得好好的，啥毛病没有，每次回到这几个家里面就会各种不舒服。小姐妹也是查了各种资料，就觉得家里这个环境影响的。她是在我偷偷的给瓦房店那个阿姨收拾屋的时候刷到我的，可能是受到启发了吧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来联系我了，也想着偷偷的把房子给他妈收拾干净，等他回来住的时候他也好放心一点。就这鞋装了2个口袋才给他装完，每一双鞋扔之前我都给他套色了，就有一瓶调和油，都有一种卡拉味了。一个柜子收拾出来了3袋垃圾，就一个地面加一个柜子都已经这么多了，10几袋。这4个东西我就知道有个是钓鱼竿，其他的一个不认识，留了2个，扔了2个。这2个小红包我都给它打开看看里边是啥才扔的。在这个家里找到放了10多年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我买的油精还没到呢，先拿湿抹布擦一遍，把这鞋给它摆上，一共就留了这几双鞋。开始收拾冰箱，先把冰箱上面的东西全都给它拿下来，也是瓶瓶罐罐的，有的有东西，有的是空的，只要有东西的都得掏出来看看是啥。药盒也是打开看了一部分，看着那些商标都没撕了我就没打。这几样东西是给阿姨留着的，其他的全丢了。打开这个冰箱我也傻眼了，里边放的全都是保健品和药品，这是拿它当储物柜用了，还有一条玉溪呢。这里面的东西应该都是阿姨自己买回来的，好多都已经过期了。这一看平时这课也没少听，这几袋就写了四川特产，拿出来我也没看出来是啥东西。阿姨的听课时间应该也不短了，有一些是近几年的，还有一些是好多年的。这些东西看了些日期，几乎都全扔掉了。这冰箱里还放了一包塑料口袋，全当好东西留着呢，一个冷藏就装了一大包。看着米是2019年的，囤了好几包。冰箱里的东西一件没留，全都丢了，把这能卖的先挪到厨房去。小姐妹说这2个冰箱留1个就行，看看哪个是好的留哪个。刚才的冰箱挺壮观的，这个打开就算是炸裂了，隔着屏幕不知道你们闻没闻见臭味，我都下不去手了，试了些冷冻也不好用，所以就决定卖这个了。东西我也不往外拿了，看看明天收废品的要不要，不要的时候再往外清吧。就要是往外清的话，这个屋里面全都是臭味了，冷冻里面都是小黑虫子了。其实这个客厅我1天就干完了，分2天发吧，太长了，几乎东西全都扔出去了。明天发另一半再扔垃圾卖冰箱。